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，又是圣诞节更新的爆料。我已经做第3个影片讲圣诞节更新了，之后更新结束，我又在做的一个影片。一如既往的官方爆料就有推出2个版本，一个中文版本，一个官方英文版本。大家可以看到英文版本呢是比较有创意一点啦，然后中文版本是走比较性感的路线。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上次万圣节的时候国际服的版本。Goose 的那套服装真的不错。我们是讨论这个东西的咩？呸！首先就是赛罗莉的迷境，这个在上次的公告里面也是有提到过。那可以看到这一次的 boss 有这个什么？看起来有点像小矮人。就是说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，我们肯定会看到一些不同的 boss 啊，有可能他们的技能也会不一样也说不定。在打完每个关卡之后就会获得一些技能，听说总共有110个技能，不过我估计应该跟我们平时玩的黄金之国差不多吧。这边有包括怒气提升的，就恢复速度会比较快一点，伤害增益造成的所有伤害提升，还可以释放陨石，所以我觉得它的技能可能会比较多元化一点。不过在之前的公告里面有提到过，这一次推出是先锋体验版，所以它的难度呢相对来说会比起正常版还会简单一点，所以到时候玩家可以慢慢去适应。有可能有一些主播他们研究到怎么玩之后就会发布影片分享啊，当然我自己可能也会啦。休假券在之前公告里面有提到过，如果你是已经获得休假券的玩家，你可以用更少的移民令移民到其他的王国。但是这边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，这个玩家是已经超过1战力了。照理来说，原价应该要用75张的移民令才对的，但是这边变成73张，只是减了2张。我还以为可能会减10几张才对啊。不过根据之前我的记录来看的话啦，就算我们是在 KVK 结束之后移民呢，也是大概这个价格。所以我觉得超过1战的玩家，你们想要移民的话，刚好你在 KVK 结束之后有一些比较合适的王国，就干脆用 KVK 的方式移民就好了。没有必要使用休假券或者是求国王给你休假券啊，这样有点浪费。至于其他战力的话，这个我就不确定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官方演示超过1战力的玩家而已。这个部分有待确认，接下来还是移民令的事情，就是每周限购移民令。那从画面上各位也可以看到，限购数量只有5个而已，然后需要开销的费用就是60万个人积分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边的价格跟我们原版购买的价格是一样的，但是它这个界面不是单独分开的界面，而是跟我们平时商店的界面是在一起的。只不过移民令是放在最上面的那一格，然后其他联盟的管理员还是什么可以放其他的东西在里面，也是在同一个界面。关于美丽新世界真的是被我猜中了，只有黄金宝箱提升了数量，变成可以买5个。那假设礼包内容是没有更改的情况下，只是增加更多的黄金宝箱，也就等于说我们在1个月之内可以购买35张移民令，加上每周限量可以购买5张，等于说我们1个月之内可以获得55张移民令，其实也算是蛮多了。那当然的，你也可以完全不花钱的情况下去获得移民令，就是通过商店购买的方式啦，只不过这边会消耗比较多的个人积分。所以各位动起来吧，尽量去打多一点野蛮人称赞，拿到小红书去兑换。再来这个地图更新呢，很难评价，因为它还是一样没有更改。它的那个地图依然还是很像马赛克，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，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增加一个边框吧。虽然他们依然没有加边框，不过在更新之后，每个王国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地图，会比较方便一点。我不确定方便还是不方便呢，因为看起来真的很像马赛克。不过没想到他们还有额外增加新的东西，就是这个哇哦热成像。那其实这个界面真的很像万龙觉醒啊。我也不想要讲的是真的太像了。一般我们在观战其他王国 KVK 的时候呢，都会出现一个标记，就是有在战斗，但是我们不确定哪个地方战斗的比较激烈，就可以透过这个热成像的方式去看，越红的地方就表示说这边战斗越加激烈。当然我不确定这个有没有演示错误啊，因为我们平时看 KVK 的时候，他打那个标记的位置都是演示错误的。不过至于右手边的表盘呢，其实在之前的更新就已经有出现了，但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用到，也没有演示给大家看，就是它会演示说这个战役有重伤多少的部队之类的一些详细的资料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上面是做的还蛮不错的。接着就是新的2位紫色远程统帅的介绍，一个是查士丁尼 2.0， 另外一个是黑巫婆。
根据官方画面所演示的，这2位统帅在 KVK 2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使用了。顾名思义，就是说你们不能要求这2位统帅的强度有多高。为什么一定要等 KVK 2才可以使用呢？因为军器是在 KVK 2的时候才出现的。顾名思义，就是说 KVK 1的玩家是没有办法用远程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里的技能。首先是造成远程直接伤害，如果是近战的话就是900点，如果是远程的话就是500点。使目标在接下来2秒内受到的所有伤害提升 15% 哦，所以这边也奠定了凯瑟琳就要做主将。不过他这里的伤害是单体伤害啦，并没有 AOE， 同时也是使用技能伤害的统帅。第二个技能工程车攻击力提升 15%， 非战斗状态下工程车的行军速度提升 10%， 这2个提升刚好就是远程单位需要用到的提升。接下来第3个技能，不过当你们统帅觉醒之后，第3技能就会提升，所以我们直接看觉醒技能。远程基础攻击时有 30% 的概率对目标造成一个持续2秒的远程额外伤害，伤害系数400，如果目标部队兵力低于 50%， 伤害系数提升至500，冷却时间10秒。哇，这个有一点难触发，不过还好是由基础攻击的时候触发的，而不是通过主动技能触发，不然它那个概率会更低。不过由于凯瑟琳就是紫色统帅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直接觉醒啊，所以我们干脆看那个技能就算了。比较致命的就是它的 CD 时间过于长了，要10秒的时间。第4个技能，释放主动技能之后，使圆形范围内最多3支友方或己方部队，包括自身部队，在接下来3秒内随机获得以下某一种效果，这里有包括攻击力提升 15%， 防御力提升 15%， 生命值提升 15%。 它这个技能设计有点像亚述巴尼巴，不过亚述巴尼巴是提升自己的队伍啦，这个是有帮助队伍提升 buff 的。那其实我想着说，这一次推出的金色远程统帅呢，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技能才对，没有想到出现在紫色统帅上面。你们别以为这个技能没有用哦，现在的远程部队呢，全部都是在同一个地方集合在一起。如果大家都有携带这个统帅的话，就可以互相提升争议，到时候远程大部队就会越来越厉害。而且各位不要忘记了，这个是紫色统帅，就连你的小号都可以去培养。下一位纳尔塞斯的技能。OK， 它的主动技能是有2个版本的。首先是远程状态下，它的直接伤害会变成600，并使目标在接下来3秒内行军速度降低 10%。近战状态下，它的伤害就会变成1000，并使目标在接下来3秒内攻击力降低 10%。远程状态下降低对方的行军速度也算是比较合理的，避免对方来打自己之前的速度太快呀，所以降低对方的速度。然后当对方近战打到你这个远程部队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降低他的攻击力。看起来比较合理。第2个技能，工程车单位攻击力降低 5%， 哈，降低自己，然后防御力提升 25%。这难得我们又看到一位削弱自己的统帅了，所以各位要搭配的话，就要搭配一个攻击力的给他，不然攻击力太低的话，远程打不出多少伤害。所以这位统帅搭配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凯瑟琳是刚刚好的。至于第3个技能是觉醒技能啊，所以我这边就直接介绍觉醒技能了。在远程状态下释放主动技能之后，立刻获得60点的怒气，并且还可以治疗部分轻伤单位，治疗系数400。我是没有想到这2位统帅都有 buff 的效果，而且条件也不很难啊。这2个统帅触发这些 buff 的效果都是释放主动技能之后，不过这里没有写持续多少秒，所以只能获得60点的怒气，还有400点的治疗系数。最后一个技能，造成远程直接伤害时，使自身部队在接下来10秒内攻击力提升 5%， 该效果可以叠加最多4层，并且每次叠加的时候都会刷新时间。所以各位可以把这个技能当做常驻技能啊，等于说叠满就有 20% 的攻击力提升。但重点是这种提升呢，一旦你的攻击结束，就是跳出报告之后就会清零。那这边要求是造成远程直接伤害，应该是有包括主将跟副将，所以如果要叠上去应该没有什么难度的，打2个 cycle 大概10秒之内吧，就应该可以叠上去了。毕竟他这边没有写冷却时间。接着就是分享统帅的技能动画啦，这个凯瑟琳真的很像巫婆，她的技能就是丢一个药品过去毒死对方。至于纳尔塞斯就是一个土豪啊，你看他丢钱给敌人，我的天哪，这么浪费钱的吗？下一个就是书包统计功能，你们可以看到书包的最右手边有一个按钮，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界面。这边计算有包括你道具的数量，还有包括你的资源总量有多少，但是没有计算随机的资源包，还有自选道具宝箱。至于加速方面跟我们之前看到的差不多，这边是计算每个不同种类的加速的总数，只不过玩家可以选择要以天数、小时还是分钟来观看。接着皮肤方面呢，就是你可以把通用的皮肤转换成有兵种的皮肤，
肤，但是特定兵种呢，你不能转换成别的兵种。就比方说你不能骑兵换步兵，但是没有指定兵种的，就比方说部队攻击力提升20%啊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用骑兵替换成这种皮肤。当然前提是你必须要拥有这个皮肤，而且你必须要拥有小刷子。接下来就是圣诞节活动啊，这边就不多做介绍，就是7000宝石活动，登陆可以领取奖励，钓鱼活动，还有包括这一次登峰召集的皮肤，骑兵攻击力提升20%，这一次登峰召集的头像框。当然如果你抢不到登峰召集皮肤的话，你还可以拿这个皮肤。接着真香市集，可以每天卖出南瓜，然后获得一些积分。这个积分是拿来干嘛的呢？是拿来兑换的。这里能够兑换的东西不少哦。第一天虽然只能换到装备材料而已，但是第2跟第3天居然是可以兑换金头的，而且还可以兑换洗炼师。所以各位要勤劳一点去完成这个任务的。这个任务要怎样去玩的呢？就是我们家门口外面呢会看到这个马车，上面是有一个南瓜的符号。你点击之后就可以领取你的南瓜，而且各位记得要去领取，如果你们没有领取的话就会被人家偷走。如果你想要去拜访你的朋友的话，可以叫他发那个邀请码给你。要求层次等级必须要到达16等级，每1个小时可以获得10个南瓜，一天可以获得120个南瓜。如果你的朋友有超过30个南瓜没有去领取的话，你就可以去偷他的南瓜，但是每一个玩家只能偷取10次而已，但是你们偷取的每一个目标只能1次而已。每天发售南瓜的价格会变动，这里有200到600之间，最多是600啦。每天0点会重置，但是每个玩家可以卖出的价格其实是不一样的，你可以选择在你的朋友的摊位那边卖出去。但是如果你是放在朋友摊位那边卖出去，有 5% 的收益会给你的朋友拿走， 95% 是你自己拿。所以每天卖出去的那个数量是有上限的，只能卖1500个，并且获得的南瓜币最多只能获得3万而已。如果系统检测到你有80个南瓜没有领取的话，就会自动停止生产。如果到了0点你还没有把这些南瓜领取或者是卖出去的话，它就会以昨天的价格卖出去你这里所有的南瓜。如果活动结束的时候你这些金币没有花掉的话，就会全部作废。如果你想要朋友拜访你，或者是你拜访朋友的话，就必须要和他们分享，而且会有一个 code 号码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拜访他的摊位，或者是放在他的摊位那边卖出去。比方说你今天的价格只有200，这样子赚不是很多，对方的摊位可以卖出400的话，用他的摊位来卖会比较值得。这个活动大概是这样啊，不过等这个活动正式推出之后，我应该会出一个教学吧，我相信应该有一些玩家会觉得很乱。还在更新之后，我们不需要长按地图了，只是需要点击地图就会出现这个界面。不过出现这个界面之后，我相信应该会蛮多玩家误点到，因为我玩别的策略游戏的时候就是用点击的方式，所以很容易点错。最后就是我们城市范围变得越来越大了，大家可以装饰你们自己的城市。资源返还方面依然还是演示10%啊，所以我相信应该是固定10%了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